这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一部灾难恐怖片。由于2级冰川融化，科学家意外挖出史前巨兽的尸体，不料噩梦从此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看的是灾难电影《解冻》。由于全球人口数量激增，温室效应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，全球变暖、冰川融化、未知病毒大爆发，一系列连锁反应下，人类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。大卫是一名生态学家，他带领团队来到北极考察，本应是白雪皑皑的陆地，上面的雪已经消融殆尽，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荒草地。这天，他们发现一头饥肠辘辘的北极熊，它正在稀薄的冰面上啃食着什么。将北极熊麻醉后，一行人走了过去，没想到由于冰层融化，史前猛犸象的尸体已经显露出来。刚才北极熊吃的就是它。他们将北极熊带回研究基地，至于猛犸象，他们将继续研究。大卫联系女儿小艾，让她赶紧来到基地，说他们有了重大发现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小艾将和3名大学生乘坐同一架直升机前往研究基地。然而出发这天，负责接应的黑哥却接到大卫的电话，让他务必阻止小艾前往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没等黑哥询问，电话就挂断了。由于小艾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样，所以越是不让他去，他就越想去。最后，一行5人踏上前往北极的旅程。抵达基地后，大卫他们还在外面考察，这里空无一人，连电力都不再运转。走进基地，一股刺鼻的腐臭味迎面扑来。等电力恢复时，眼前的一幕把小艾和大学生安东吓了一大跳。原来是北极熊的尸体已经发烂发臭。见状，黑哥来到实验室，忍不住要和北极熊来张亲密合影。可是刚松手，他的手臂就被什么东西咬了，起了一个小水泡。以为是跳蚤，黑哥并没有在意。然而真相却是，史前猛犸象的尸体中带有一种远古的寄生虫。随着尸体解冻，这些虫子竟然渐渐复苏。北极熊就是因为吃了猛犸象的尸体，才被虫子感染致死的。显然黑哥摊上了大事，却不自知。夜深人静时，熟睡的大家被一阵响动吵醒。大卫的直升机飞了回来，小艾打开舱门，昏迷不醒的金发姐随即倒了下来。她正是大卫考察团中的成员之一。那么大卫和其他人去了哪里呢？时间回到2天前，自从发现猛犸象尸体后，可怕的事情便接连发生。2个助手因为被寄生虫感染，大卫不得不开枪送走了2人，然后将尸体就地掩埋。金发姐躺在帐篷里瑟瑟发抖，因为她也出现了感染的症状，甚至额头上有一个孔洞。寄生虫探出脑袋后又缩了回去。为了活命，金发姐主动出击，开枪射击大卫后，又杀死了帮忙干杂活的工人。至此，整个考察团就只剩下金发姐一人。大家赶紧搀扶着她回到基地。没人知道金发姐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是她脸色苍白，浑身冒汗，一看就是病得不轻。没过多久，金发姐口吐鲜血，她不停向小艾道歉，然后就领了盒饭。糟糕的是，亚洲妹似乎也因为在有虫子的房间里睡了一晚，现在已经被寄生虫感染，浑身长满了小水泡。黑哥的情况就更严重了，原本的水泡已经溃烂，血流不止。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大家想撤退，然而直升机的线路已经被金发姐毁坏，避免寄生虫入侵城市，她必须要这么做。想修好直升机，最少要1个月时间。始终联系不上大卫，小艾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，于是和安东坐上山地车去寻找父亲的下落。很快，2人在荒野中发现2顶帐篷，正是大卫的营地。然而在这里，他们并没有找到大卫的踪迹，而是在帐篷里发现了猛犸象的尸体。2人惊叹不已，但下一秒，无数虫卵映入眼帘。小艾和安东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随后，在帐篷后面，小艾找到了工人的尸体。紧接着，他跑到坟包这里，试图挖出尸体，但被安东及时制止。避免受到刺激，他连忙带小艾返回了基地。不知道是不是和亚洲妹滚过床单的缘故，卷毛哥居然尿血了，那感觉真叫一个酸爽。卷毛哥很生气，以为被亚洲妹传染上了难以启齿的病。面对质问，亚洲妹气得当场吐了出来。样子看起来和死之前的金发姐简直一模一样。
误会解除后，卷毛哥连忙打电话请求救援。小爱回到基地后，决定从金发姐的尸体入手，开始展开调查。掀开她的衣服，只见肚子里已经全是虫卵。没等大家缓过神，一只虫子从金发姐的眼睛里钻进钻出。小爱断定这就是寄生虫。防止传染扩散，他们必须把尸体放进具备隔离功能的实验室中。在这里，小爱惊讶地发现，寄生虫也已经在北极熊的尸体中产卵。幼虫阶段到底有多久，没人知道。卷毛哥建议大家赶紧离开，天气好的话，救援队几个小时后就能抵达。但小爱并不赞同，担心寄生虫感染大爆发，他提议立刻联系疾控中心，让他们给出专业的建议。在此期间，每个人最好进行自我隔离，阻断寄生虫的传播。卷毛哥救女友心切，恨不得马上就走。可当小爱告诉他亚洲妹已经被寄生虫感染后，他惊呆了。不过卷毛哥始终不愿面对现实。小爱试图联系救援队，让他们不要过来。谁知卷毛哥恼羞成怒，直接开枪打坏了无线电，还威胁大家救援队抵达之前，这里由他说了算。亚洲妹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大家并没有说出实情，只是将她隔离在一间空置的卧室中。此时亚洲妹的肚子惨不忍睹，看来已经没救了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裹尸布下长大的寄生虫不断钻出金发姐的身体，必须把门密封，一旦虫子跑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黑哥摸着受伤的手臂，一个大胆的念头涌上心头，趁虫卵完全孵化之前，他要想办法求生。起初黑哥想用尖针把皮肤里的虫卵挑出来，可惜失败了。不得已，黑哥掏出一把锋利的菜刀，要来个断臂求生。尽管小爱和安东的内心是拒绝的，但是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一针止痛剂下去，接下来只能上帝保佑了。坐在角落里的卷毛哥摸了摸关键部位，满手是血。不过这地方可不能剁掉啊！剁手行动正式开始。没等安东手起刀落，失了智的卷毛哥突然跑进来乱开枪，吓得安东一个手抖砍错了位置。关键时刻，小爱连劈3刀，终于成功。但黑哥还是因为太痛太恐怖昏了过去。看着断臂里的虫子爬了出来，安东连忙拿起杀虫剂狂喷，但好像不起作用，最后用火才杀死了虫子。小爱在医药箱里找纱布时，意外发现了大卫的研究笔记，上面详细记载了寄生虫的资料。原来它并不是虫子，而是一种脊椎动物，雄性是无害的，只是咬了人会很痛，雌性则会钻进生物体内不停产卵。之前金发姐回来的时候，身上带着录像机，小爱决定翻看录像，获取更多的资料。为此，她不得不冒险进入实验室。此时的北极熊俨然已经沦为虫子的培养皿。扒开裹尸布，金发姐已经被啃食的只剩下骨头。从北极熊尸体里爬出来的虫子很快掉了一地。好在小爱最后有惊无险拿到了录像带。万万没想到，卷毛哥把枪对准小爱，说他身上有虫子。事实证明确实是有，不过在虫子钻进皮肤之前被安东捏了出来，但卷毛哥还是不信。迫于无奈，小爱只好脱光衣服让安东帮忙检查。事后他们成功打开录像带，结果还没看出任何端倪，一只虫子爬进了房间。安东眼疾手快，一脚踩死虫子。然而寂静的基地里却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声响。透过实验室窗户，里面的景象让他们头皮发麻。偌大的北极熊尸体上黑压压一片，全是虫子。用不了多久，这些虫子都会爬出实验室。几人商量着尽快赶到直升机那里，然后一把火烧掉整个基地。然而被关在隔离房间里的亚洲妹身体里也已经长出了虫子。她歇斯底里的敲门想要出去，但这种情况小爱他们肯定是不能开门的。见卷毛哥见死不救，亚洲妹索性玉石俱焚，大喊着她和自己滚床单时也被虫子咬到了。担心露馅儿，卷毛哥毫不犹豫给了亚洲妹一枪。事后他竟谎称这么做是为了让亚洲妹彻底解脱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亚洲妹并没有断气，只是痛苦地倒在血泊之中。祸不单行，刚才小爱给黑哥检查手臂时，发现伤口处还有虫卵，显然断臂计划失败了。
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黑哥拿来2支止痛剂，毅然决然走进隔离房间，给自己和亚洲妹注射完毕后，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。至此，整个基地只剩小爱、安东和卷毛哥3人还活着。离开前，安全起见，小爱让大家互相检查身体，确保没有被虫子感染。卷毛哥当然拒不配合。这时，小爱似乎已经猜出他枪杀亚洲妹的原因了。眼看真相被揭穿，卷毛哥气急败坏，准备开枪，不料自己却被提前枪杀。开枪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卫。虽然金发姐朝他开了枪，但并没有击中要害部位。至于坟包里面埋葬的，就只有大卫的2个助手。得知女儿要烧掉基地，大卫很赞同，并且告诉他存放汽油的地方。可是，在抛洒汽油的时候，小爱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为了寻找答案，他决定继续观看录像带剩下来的部分。真相让他猝不及防，原来父亲早就知道这种虫子的存在，它是全球变暖带来的恐怖生物。为了让人类早点醒悟，大卫竟然让一只虫子钻进自己体内，他要把感染扩散开来。在大卫看来，或许只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人类才能明白保护环境的重要性。救援飞机即将抵达，大卫将小爱与安东锁在基地，还有1个人回到城市履行自己的职责。救援人员一眼认出大卫，他们本想到基地里救人，却被大卫以里面的人已经被感染为由阻拦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安东闯出基地，抓住了直升机，但在引擎声的干扰下，救援人员根本听不到安东说的话。伴随机身剧烈晃动，安东终于体力不支，狠狠摔到地上。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，小爱决定大义灭亲。他将枪口对准救援直升机，3声枪响后，飞机一头坠入基地，燃起的火光烧死了大卫和救援人员，也将基地里的虫子焚烧殆尽。结束这一切，小爱奔向安东，要带他离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临死前，安东让小爱带走父亲的笔记，以此警示世人。故事最后，心力交瘁的小爱在直升机里渐渐睡去，直到又一支搜救队伍赶到，他才成功离开北极。一场人类危机就此解除了吗？并没有。一些专吃腐肉的鸟身体里已经出现寄生虫的虫卵，人类对此浑然不知，付出代价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作为一部环保恐怖片，各种重口味画面让人眼前一惊，有些场景简直是密集恐惧症人群的噩梦。影片立意很高，故事最后的反转也让人猝不及防。还记得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：当大自然成为恐怖分子时，人类就死定了。确实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实在太渺小了。时至今日，或许每时每刻都有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发生，但不管如何，用牺牲人类来换取环保意识的觉醒，未免过于极端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